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？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孩子吧？我们以前的问题就是太孽了。他是病孩子，你们不能这么对他。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小孩一辈子是病孩子。那他在我们家就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一跟你回家就有问题？一个18岁的女孩天天在外面也合适吗？徐老师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这叫囚禁，是可以报警的。小姑娘，我和孩子的妈妈已经商量好了，如果这次再不给她掰正的话，我们就当没这个女儿。你报警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？我们很爱她，为了怕她出事儿，我屋里看了铁栏杆，带尖的、带刺的我都收起来，还要我怎么做？你把她当什么？她是人，不是动物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那是我的女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做了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她做了什么？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，让你们这么对她？这是我家的家事，跟你们两个没关系，啊，请你离开我的家。你这是囚禁，今天不把许萌带走，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杜阿姨，你给我回来！杜阿姨，我跟天真是来帮萌萌的。萌萌现在在哪儿？她还好吗？我们很担心她。刚才徐老师不让我们进去。老许，他俩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们就报警。你听到了吗？杜阿姨。你刚为什么要拉我走呀？他们要是报警，我们也可以报警。我们不能报警，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我们连萌萌在哪都不知道了。我们去问问热贝卡。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呀？他们这是违背了许萌的意愿，这个叫绑架。根据刑法第239条规定，绑架罪包括并列了2种情形：第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；第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主观目的的行为。以你们两个刚才的描述来看，萌萌的父母既不属于前者，也不属于后者。那非法拘禁呢？那就更难了。非法拘禁罪包括2点：第一是行为人的确实施了拘禁他人的行为。哎，这个我们能作证，因为我们一去就是听到萌萌有喊救命有砸东西的。其次，这种拘禁行为必须是非法的，在这点上就更难佐证了。他们是萌萌的父母，教育方式的偏激和违法的边界本来就是难以分辨的。更何况，全世界有很多家暴还有虐待儿童，早期都是因为家庭内部事务而难以介入。不是，这什么法律啊？总不能因为亲人的由头去伤害他人，这是不对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就算你们两个现在报警，警察最多也就是调解，更何况萌萌又是个病孩子，你们怎么样能让警察相信你们两个对萌萌会比他的父母对他还要好？可事实就是这样，那个许教授他爱面子胜过爱孩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打心底里爱孩子，他觉得萌萌这样的女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耻辱，他们不爱萌萌。你从心底爱他，那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警察看呀。做通许萌父母的工作是你们两个现在唯一的出路。我觉得肉贝卡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打通萌萌父母俩其中一个出口，他们2个人有一个人松口，萌萌就能出来。你看这样啊，你去找你爸，你让你爸去找许杰，因为当初许杰就是来找你爸帮忙的，你爸的话许杰肯定会听。我去找萌萌他妈，我觉得萌萌他妈跟他爸应该不一样，他心应该会软一点，我就跟他说，萌萌万一出事了，到时候他……我跟我爸根本就没办法沟通，我只要一张嘴就是错的。那你找你妈。你觉得我为了萌萌的事找我妈会帮我吗？找你阿公，让你阿公去给你爸施加压力，这样就行。我觉得，你去找我爸，最合适。我觉得不合适啊，这你的女人，你让我去找你爸，合着你谈恋爱全得靠我的努力，这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男人，你得承担责任。我要帮萌萌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她，不是私情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
行行，我不懂，我找你爸去。走！不是，干嘛？哎，干嘛呀？岁月病宜速救，要需临事不惑。你这么风风火火的，下盘不稳，救什么命？萌萌出事儿了。天真让你来的吧？是啊。你老让人家当枪使。他想把萌萌弄回来，他怎么来找我？啊不，我跟天真去萌萌家了，萌萌在家里被囚禁了，叫声凄厉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他爸妈逼的，可是他爸妈逼的，出事儿真的完了。你说这话有多少夸张成分？你告诉我。句句为实。我不信。不是，我骗你，我当不上传承人。你还不如发誓，我一辈子吃不着肉。体统不能开玩笑。当传承人不能吃肉，我宁愿这辈子我都吃素。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能放在一块儿比，非得说这。你不是说，我不想当，你怎么突然想当了？这件事儿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儿戏。是。哎呀，曾涛涛，带路。杜老师，萌萌是您的女儿，你真的忍心看着她枯萎吗？你能不能把她交给我？我会善待她，会治好她的。你治不好她。我可以，她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一直都非常好。那是假象，我是她妈妈，我了解，她会伪装。您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孩子？看到这幅画了吗？这是萌萌2岁的时候画的，那是她第一次玩蜡笔，开心的口水流到了下巴上。我永远记得她那个没有牙、没有眼的笑脸。这个展厅所有的画都是萌萌画的。你能感受到什么？这一幅是什么时候画的？这是在认识你们之前不久画的。他的画画老师推荐他去参加 ARC、FAC 的比赛，他就是交了这幅作品。老师看了画以后，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，彻骨的寒，所以他赶紧打电话联系了我们。他盖住了什么？以前我也很想知道，可是现在我不确定我知道了真相以后能不能承受。任教授，您难道不相信我是为了萌萌好才把她关起来的吗？他人即地狱啊！他人？他人是谁？我们是社会人，我们不可能隔离开人群，自己孤独地活着。萌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行差踏错，别人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她给毁了。我不同意。我们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边，用他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，那何为自我呀？我又是谁？任教授，您的这个问题，
萨特一辈子都没有研究清楚。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，萌萌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们这么对待她呀？是因为她之前犯的错误吗？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孩子，他的过去我们早已经接受了。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现在和他没有未来。你喜欢他吗？如果你喜欢他，可以照顾他一辈子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喜欢他，但是是作为兄妹的喜欢。如果您只是担心未来没有人照顾他，我可以把诺言放在这里。作为医生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。这不行，这种承诺不可靠。可谁又能承诺爱情可以维持一生？我第一次在超市遇到萌萌，因为我的误判差点害了她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，她是第一个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病人。我会尽全力治愈她。你不了解她，她是个不自爱的女孩。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都有可能误入歧途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。遇到渣男，他也不想。我指的不是这个。你以为把他关起来，安上栅栏，他就有未来了吗？你可答应过我让他上学的。任教授，他上不了学。为什么呀？从他出生，我跟他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份到18岁的寿险。昨天保险经纪给我打电话，说应萌萌的要求，一笔把这笔钱提走了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进一步的一查，他有一张从小到大存红包的银行卡，里面的钱也全部被他提走了，所以我才那天着急忙慌的把他从你家里带走。你们没问问他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吗？问了，他不说，但肯定和以前那个男的有关系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们抓到了，他妈妈打开监控摄像头，他用我们给他送饭的铁勺把摄像头砸个稀巴烂，他妈妈就没收了他的手机。我们找人解开了密码，发现了他跟那个男的聊天记录，全部被删除了。那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你们调出来了吗？他已经满18岁了，营业柜台已经不给我们做父母的调记录了。您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摄像头24小时对着您，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啊？父母和孩子一定要有边界感，它不是你的私属品。任教授，我们装摄像头也是有原因的。在他青春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他这个非常不好的癖好，真是让人难以启齿。这很正常啊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你要承认他在长大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，有什么可难以启齿的？这怎么可以？如果您是儿子不是女儿，你可以接受他有这样的需求吗？杜老师，其实萌萌没有做错什么，是你们的羞耻感让她觉得自己错了。她没有伤害任何人。可是萌萌就是在家里待不住，一天到晚就喜欢跟男孩子混在一起，一个没看好
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这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。你们父母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像你们，你们哪来那么高贵的自我认知啊？考大学我凭的是分数，考职称凭的是论文。他妈妈是鉴赏师，这一路走来也考了无数的证儿，但是做父母这件事他不需要考证儿啊。我们也没有经过这样专门的培训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方式爱她才是正确的方式。我们能不爱我们自己的女儿吗？您现在可能觉得我们对她狠了点儿，但我是真爱她。真的搞不懂，您说怎么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来这么出格的女儿呢？我有时候看着她，我觉得好陌生，我觉得她都不像是我的女儿。其实，您说的这种感受，我也有。我是医生，我的爱人是中医世家，但是我觉得，我的儿子应该集天地之精华，出生落地就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医生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有条件、有资格做。但是，我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感受到他能做大医的潜质。可他至少有一技傍身呢。萌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这次他不能掰正的话，这个孩子的未来是没有的。我们逐渐在老去，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。如果哪天我有一个意外的话，他有可能流浪街头，有可能跟坏人为伍。我相信我在九泉之下我都不能安息。他这次必须要掰正过来。如果掰不过来呢，你就把他关起来，用毛线把他捂死。您呢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工作很有成效，但这些跟您的女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。家庭表现的不是谁有智慧，谁贡献多，你给予多少爱，这是真的。就在你女儿最需要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放下一切，放弃你的论文，放弃你的工作，全身心的去陪她？任教授，我想问您个问题：您有多少时间是全心全意给天真的？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搞明白，我和其他的父亲到底有多大的差距。医者不自医。我是一个自私的妈妈，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性格好、家世好又非常阳光的男孩子爱上他，把他从深渊里拯救出来。杜老师，你们不能指望另一个人去拯救他，你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萌萌的心结其实就是你们对她的否定，因为她永远不能满足你们对她的希望。她是对自己失望了，才会用这种堕落的方式来嫌弃自己。任医生，这些年我跟萌萌的爸爸赚了很多钱，只要你对他好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我是萌萌的妈妈，我了解她，她信任你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她。你如果跟萌萌在一起，杜老师，钱是买不来情感的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就知道，像你这么好的男孩，不缺爱人。缺。我喜欢他，
他不一定喜欢我。喂，喂，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孩子虽然是你们生的，但是一直我带着。我看他在房间里太可怜了，我想像杨狗狗每天按出去溜两趟的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了解她，你将会恨死她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不能带她出去。我就是把它放在楼上的天台透透气啊，前2天还没事的呀，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它就翻到飞表外面去了。萌萌，萌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咱们在超市见过的。我叫任天真 ，Hello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
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。来吧，来吧，过来。舅公，我这有病人，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，我得陪着他。你们好好吃吧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是我。萌萌，你看这铃声我已经关掉了，萌萌。没事的，别害怕。不再纯粹，心事那么真，已经囚困在你的眼神，倾诉生根，那刚刚萌芽的缘分的茂盛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哎，这没用。中了！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确认你是那个人的谋生。夏姐，哎，对，夏姐，我问一下，明天确定没排我班对吧？放心，没给你排。小赵，你明天就要去见客户了。祝你开门红啊！加油！谢谢霞姐，借您吉言啊！加油加油！拜拜拜拜拜拜拜啊！哎，回来了。回来这么早啊？今天医馆不忙吗？萌萌的事儿把大家弄得都挺伤心的。霞姐今天都没加号，回来早点。萌萌的事儿是挺可惜的。是啊，这事儿要搁我身上，一想到我妈、我爸还有我弟，我连死都不敢。我来吧。别烫了手啊！没事儿。现在最伤心的还是天真，今天一天都没来医馆，也不知道人怎么样了。哎，小米手。喂，阿婆。天真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出去散散心。哦，你去散心啦？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过几天吧，您放心。我就是想放空一下自己。你去放空？天真啊，你这么年轻，你还没到放空的年龄呢，赶紧回来吧啊！妈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儿子。咋了？我挂了。他需要一点时间，你放过他吧。
您说，作为医生，治疗失败的例子很多，如果都像他这样，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干活了。你以为全世界只有医生这一种感情啊？什么感情也不能耽误工作呀。大丈夫一辈子作为医生，遇见任何事情，你都得回来上班呐。那心里得知道，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呢。什么海？叫人把他找过来。叫谁呀？上哪儿找他去啊？现在这个电话呀，真是的，它不能定位。如果电话一响，就知道在哪儿，这就好了。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时针慢慢揉碎了感觉，来不及说的吞没了想念。别让我望向窗边多久远，你的脸，闭上眼。我就站在光线的背面，你曾说能否坐在你的身边，一起被命运的潮水覆盖，在以前会怀疑的多想被人紧握，若你还记得那里一眼的炽热，我就站在光线的背面。你曾说能否坐在你的身边，一起被命运的潮水覆盖，在以前背负的承诺，你该死这样怎么去找，才能再承受更多。你说我疯了啊？你真有疯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玩大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死就死，你想不想你阿公阿婆？你爸妈怎么办啊？你上来就是个狐狸精！我在这里，我放都来不及呢！杨先生，你放了你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真想知道，萌萌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绝望。
我想明白了，根本不适合做医生啊。我爸说的对，我天生就是个失败者。我立意要救的病人死了，千算万算的不能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死了。我做什么事情，结果都注定失败。我爸原来上课的时候讲过，他说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，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优点放大，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但其实个人能力是极小的，成功是运气。你爸说的是，人要戒慎恐惧。我爸说的是天地真理。有些人天生运气好，比如你，你站在谁身边，谁就被救活，所以你适合做医生。可能我没什么运气吧，你比我更像他们的孩子。你错了，什么运气啊？不是运气，是不放弃。我刚才在那山头的时候，我看你在往下掉，我没看到你脚上有绳子。按这样来说，即便是我跑下来了，你肯定还是死了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是我报警，但我没有，我就是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就是一直跑。刚才要是有秒表的话，我觉得我都跑出世界纪录了。你爸不也说过吗？每个母亲都有抬起汽车救自己孩子的超能力。所以你觉得我是运气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没有放弃你。我没有放弃你。你别否定你自己。没有人可以定义你。那次我们去算命的时候，人大师不是说了吗？说你是大器晚成型，那说明你成就还在路上，所以你别着急。我没你那么有信心。我对你有信心。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哪儿疼？这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头头，头头，你手机呢？头头，你醒醒醒醒！头头，你不能睡！头头，头头，你醒醒！有人吗？头头，有人吗？快来人啊！头头，头头，你醒醒！头头，头头，头头，你醒醒！头头！哎呦，烧这么厉害，你看，快点扶上。蛋黄桃仁多的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这药下的太猛了，哪有下这么多大黄的？这要出事儿的。你懂医吗？不行，得赶紧送医院去啊！哎呦，你说这么晚的天了，村里谁还愿意出车呀？是啊。师车，
赶紧通知阿贵，让他跑一趟。那个开车过去多久？借车我自己开就行。哎，不行，你开不了，我好几十里路呢，天黑又是山路。哎呀，太危险了！急扶症我没有把握，万一化脓穿孔就麻烦了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3个小时，夜路或者是穿孔都是冒险。田震，你开药，我吃。总会有一些青春，相遇无关爱恨，也总会有一些人，像长夜的星辰。时光啊，悄然无声，记忆刻进年轮，回忆的每时每分都温暖而缤纷。人生某段若没有灯，我为你点亮一程。光里面的人，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。光里面的人，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。光里面的人，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的寒冷。